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错误呢，就是我在学习英语的早期，我一直非常非常执着学习发音规则、学习语法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。为什么呢？我来给大家看一幅图，我在这里准备了一幅图，朋友们应该可以看到的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边的图。你会发现这边的图看起来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比较简单。当你学习英语或者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一开始也会总结这样的规则，对吗？比如，我举个例子，最简单的一句话，中文说"我爱你"，那英文呢？英文说 "I love you"。法语呢，je t'aime。如果你的母语是其他语言，你可以试着对比一下。那么，任何一个人当他学习外语的时候，尤其是成年人，我们非常依赖规则，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，必须要先理解规则，好像才能学习语言。这是很多人一个很习惯的认知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在学校就会学习大量的规则，对吗？不一样的规则，有这样的句型，有这样的句型，有这样的句型。我们总以为，如果学习了规则，那么肯定能说一口正确的，或者说流利的、准确的外语，对吗？这是我们的理想，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因为老师常常说：“哎，你这句话说错了，因为你这个语法点没有掌握。”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学语法点，然后造句，造句说错了，再回到语法，反反复复在这之间徘徊，对吗？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有哪些人发现你虽然学了很多的语法，可是你还是说不好中文，或者说中文的时候总是想太多，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？如果你有这个问题，请你输入一，好吗？如果你有这个问题，请你输入一。对，请大家输入一。表示你有这个问题，你学了很多的语法，但是呢，说话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。啊，我看到了，有人输是这个一吗？好，明白了，这个一。我非常理解大家，因为我不仅学英语，还学法语。可能未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，我学法语就完全没有使用英语的方法，所以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未来肯定会举行更多的这样的直播课程。谢谢大家的反馈啊，我看到至少有10个朋友有类似的情况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发现，为什么我们学了这么多规则，却说不好外语呢？就好像一个人懂了世间的所有道理，却过不好这一生呢，对吗？是同一个问题。请大家看这边，当你说母语的时候，你从来不想规则，对吗？如果你的母语是越南语，请问你给我讲出10条越南的语法。很多人肯定说：“我从来没学过越南语法。”对呀，因为你的母语不是这样学习的，不是通过规则推导出来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母语是英语呢？也许你能讲出10条语法，可是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真的是按照语法规则在说话吗？肯定不是这样的。其实中文，以这个中文为母语的中国人说话也是一样的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语法规则。你学过的很多语法规则，中国人根本没听说过，因为这不是他们学习习得语言的经历和过程。那么母语人士当他们在说自己的语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特点就是非常灵活，是这样的。
一个词不是和另外一个词只有一个连接点，不是这样的哦，是有很多很多的连接点，就像我们的大脑神经网络，所以它有很多的密集的连接点。这个密集的连接点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是在你的生活中、你的工作中，每天的重复，不同的情景、不同对话的人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，对吗？这个网络不仅密集，而且非常的灵活。如果我可以用手来做比较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不停的在动的，是一个动态的。它会根据生活的情景、对话的人内心的感受，会非常灵活的变化。那么我想问大家，如果用这种方法从规则去推导语言，它是无法灵活的，对吗？而且你会发现，作为外国人，我们学外语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，比如你刚学了一个语法，说"我爱你"，你可以把你换成其他的词，对吗？我爱妈妈，对的；我爱爸爸，对的；我爱他，对的；我爱我，这句话就很奇怪了，对吗？我爱我们，啊，这句话也很奇怪。所以，语法规则是通过生活、通过经验，就是总结出来的、归纳出来的，但是没有办法通过规则得到真实的语言。所以，语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，但是无法让我们获得流利的能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语言知识不等于应用能力。你学了那么多的语法，其实不能保证你能够流利的表达。